今年幾大 AI 巨頭為了爭搶 IPO 的門票，已經徹底的殺紅了眼，各種陰招怪招滿天飛。而最近發生的這件事，把這種硅谷的叢林法則演绎到了極致。Anthropic 剛剛宣布年化收入突破300億美元，正式把 OpenAI 從 AI 賽道營收第一的王座上拉下馬。這個數字還沒捂熱幾天，一份 OpenAI 的內部解密備忘錄被媒體非常巧妙地泄露出來了。寫這份備忘錄的人是 OpenAI 新任的首席營收官 Dennis Dresser， 這是個狠角色。他是前 Slack 的 CEO， 職業生涯從 Salesforce 一路殺上來，去年12月才剛剛加入 OpenAI。他在這份4頁的備忘錄裡幹了一件事，對着 Anthropic 的300億美元賬本扔下了一顆核彈。他說 Anthropic 的300億年化收入裡有整整80億美元全是注水的。80億美元呢，換算成人民幣500-600個億。如果你是個普通的吃瓜群众，聽到注水、誇大80億這些字眼，第一反應可能是：好家伙，這是財務造假吧？ AI 圈又出了一個假會計，憑空捏造了80億的假訂單吧？但當你順着這份備忘錄真正翻開這兩家公司的底層賬本，去追這80億美元到底去哪了，你會發現一個讓全硅谷最聰明腦袋都參與其中的商業漩渦。這根本不是龐氏騙局，也沒有人做假賬，估值加起來超過1萬億美元，手裡攥着全人類最前沿技術的2家超級公司，都在摩拳擦掌衝擊今年下半年的歷史級 IPO。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他們私下用科技改變世界的面紗，變成了精算到骨子裡的華爾街會計師，互查賬本。所以今天這期視頻我們不聊技術，不聊大模型是怎麼思考的，我們就來扒一扒這憑空多出來的80億到底是怎麼變出來的。這場神仙打架的背後藏着一個怎樣榨乾 AI 產業的雲端霸權呢？以及這件事怎麼實打實的影響你手裡的股票和未來的飯碗。我們先來搞清楚這80億美元的差額到底是怎麼來的。說白了，這是一場完全合法的會計魔術，學名叫總額法和净值法之爭。聽起來有點繞吧？我給你打個最簡單的比方，假設你是個獨立開發者，寫了個軟件，放在蘋果的 App Store 裡賣了100塊錢，按蘋果的規矩，他要抽30塊的蘋果稅，最後真正打到你卡裡的只有70塊錢。現在你要發財報了，你怎麼報收入呢？有2種報法。第一種，你跑到大街上喊，我今年創造了100塊錢的銷售額，你把蘋果抽走的那30塊錢也算進了自己的頂層收入，然後再在成本表裡記上一筆30塊錢的渠道費，這叫總額法，把流水全算進自己的盤子。第二種，你比較老實，你說我今年賺了70塊，直接把30塊的過路費剔除，只報你真正落袋的錢，這叫淨額法。關鍵來了，在美國的會計準則下，這2種報法都是完全合法的。好，現在把這個比方套回到 AI 巨頭身上。Anthropic 的 Cloud 大模型很大一部分是放在亞馬遜的 AWS 和 Google 雲上賣給企業客戶的，客戶花了100塊買算力來調用 Cloud。 Anthropic 用的是總額法，把這100塊全算成了自己的年化收入，也就是那驚人的300億美元。而 OpenAI 呢，他們在備忘錄裡說，我們用的是淨額法，我們已經提前扣除了分給微軟的那部分，我們報出來的240-50億是實打實捏在手裡的净收入。所以 OpenAI 指控 Anthropic 注水80個億，本質上就是在說，
你小子把分給亞馬遜和 Google 的過路費也算成了自己的營收，你這是虛胖。但各位，如果我們的認知僅僅停留在這裡，那就太低估這件事情的量級了。我們來做一道非常簡單的數學題。Anthropic 總營收300億，其中80億是分給雲廠商的渠道費，80除以300等於多少？26.67%。當你看到這個數字，如果你稍微懂一點企業級軟件市場的常識，你會覺得非常的錯愕。你知道，在傳統的 SaaS 時代，不管是在亞馬遜雲還是 Google 雲上賣個防火牆軟件，雲平台抽的過路費是多少嗎？通常只有3%到10%，大單子甚至能砍得更低。但現在，亞馬遜和 Google 從 Anthropic 這頭超級獨角獸身上，竟然硬生生的切走了將近27%的肉，這哪裡是什麼渠道佣金呢？這簡直就是明搶。為什麼會這麼高呢？因為在 AI 這個牌桌上，雲廠商提供的根本不是什麼簡單的收銀台。大模型每回答客戶一個問題，每產生一行代碼，底層都需要極其恐怖的算力支撐。亞馬遜機房裡那些昂貴的定制芯片，英偉達的高端 GPU 在瘋狂的燃燒。所以這27%裡面，絕大部分根本不是銷售提成，而是雲廠商收取的基礎設施算力稅。這就好比你是個種地的農民，地主不僅收了你的地租，連你種地用的水、電、化肥全是他提供的，最後他直接拿走了你1/4的收成。這就是為什麼 Anthropic 拼了命也要用總額法記賬。如果把分給亞馬遜和 Google 的錢全都扣掉，他們的財務報表根本沒法看。但現在真正的問題來了，既然大家知道這筆錢最後要付給雲廠商，既然這種記賬方式在會計層面完全合規， OpenAI 為什麼非要在這個節骨眼上把這份備忘錄公之於眾呢？大家都在硅谷混，看破不說破不行嗎？這就涉及到了這期視頻最核心的深水期。OpenAI 這一招根本不是在探討什麼會計準則的學術問題，這是一場蓄謀已久的針對 Anthropic IPO 估值的精準絞殺。2026年了， AI 賽道早就過了你發個炫酷的 demo 就能拿幾億融資的浪漫时代，現在是刀劍相向的資本收割期。Anthropic 和 OpenAI 都在爭搶今年下半年上市的門票。在華爾街，對於這種還沒實現穩定營收的超級獨角獸，投資人是怎麼給他們定價的呢？他們用一個核心的指標叫市銷率，說白了就是看你的營收規模，然後給你乘上一個倍數，得出你的總市值。營收越高，增長曲線越漂亮，你能撐起的估值就越高。現在問題是 Anthropic 有將近80%的收入都來自那些財大氣粗、極度忠誠的企業級客戶。全球財富10強裡有8家都在用他們的服務。這種質量極高的企業客戶結構，讓 Anthropic 的300億營收本應在 IPO 市場上撐起極高的估值天花板。但現在 OpenAI 高管這份泄露的備忘錄裡，等於是直接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也就是 SEC 遞上了一把帶血的刀子。你想想看，一旦 Anthropic 真的遞交了上市招股書， SEC 的審查員拿着这份備忘錄去質問，人家 OpenAI 用的是淨額法，人家都說你只是個亞馬遜生態裡的打工仔，你憑什麼把分給亞馬遜的80億算成自己的營收呢？一旦 SEC 認定 Anthropic 在這個交易鏈路裡沒有絕對的控制權，強迫他們像 OpenAI 一樣採用淨額法重塑財務報表，後果將是毀滅性的。這不是簡單的在賬本上減去80億那麼簡單，營收基數
從300億瞬間縮水到220億，高增長曲線發生斷崖式的暴跌。華爾街的投資人是最嗜血的，一旦發現高增長的神話破滅，會立刻從 IPO 定價裡扣走大量的溢價。這種估值倍數斷崖疊加營收基數驟降的戴維斯雙殺，就是量價齊跌的踩踏局面，讓 Anthropic 在 IPO 市場上面臨的估值損失將以數千億美元計。只據輕飄飄的內部吐槽，換算成 IPO 市值蒸發，這個代價太大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這根本不是什麼財務準則的探討，這是一場蓄謀已久的降維打擊。你想想看，在企業級大模型這個利潤最豐厚的市場裡， Anthropic 的 Claude 其實已經把 OpenAI 逼到了牆角。財富10強裡8家都在用 Anthropic， 每新增10家企業大單，7、8個都落到了 Anthropic 手裡。OpenAI 如果再不出手，不僅是營收被反超，連整個 AI 時代的定價權都要交出去了。所以這根本不是什麼正義的財務吹哨人，這就是 OpenAI 為了保住自己王座，精心策劃的一場輿論戰和估值保衛戰。看到這裡，你可能覺得 OpenAI 這招太狠了，他們才是這個遊戲裡真正的大佬吧？各位千萬不要太天真了。當我們順着這筆賬往上查，看一眼 OpenAI 自己和微軟之間那本隱秘的賬本，你就會發現，在這場遊戲裡 ，OpenAI 甚至連坐莊的資格都沒有，充其量它也就是個打高級工的。這就引出了今天最顛覆認知的問題：這場 AI 革命裡，誰才是真正的局長？很多人一直有個錯覺，覺得微軟投了 OpenAI 超過130億美金，微軟是個好心的大金主。但如果你去翻微軟提交給 SEC 的財報，你會看到一個堪稱教科書級別的資本興亡賬本局。首先 ，OpenAI 除了要付給微軟極其昂貴的算力租賃費，協議裡白紙黑字的寫着 ，OpenAI 必須把總營收的20%作為抽成直接交給微軟。這也是為什麼 OpenAI 在備忘錄裡說，我們用淨額法，我們報的是扣除了微軟抽成之後的淨收入。他們顯得很委屈，也很老實。但這筆錢去了哪裡呢？去了微軟財報的頂端。當一家世界500強去買微軟的 Azure OpenAI 服務時，微軟毫不客氣地把自己當成了絕對的主理人，用最徹底的總額法，把客戶付的每一分錢，全額算進了自己智能雲業務的營收裡。就在最近的這個財季，微軟靠這手操作，讓雲服務的營收同比暴漲了30%。華爾街一看，微軟的雲業務太猛了，股票繼續大漲。但這還沒完，這套魔術最精妙的地方在更下面一層。你微軟把收入全攬自己身上了，那 OpenAI 在幹嘛呢？ OpenAI 在瘋狂的燒錢。為了支撐起這些大模型， OpenAI 僅在2025年前3季度在 Azure 上的算力推理成本就已經接近了90億美元。OpenAI 這麼虧錢，微軟作為持有約27%股權的大股東，難道不用承擔虧損嗎？這時候，微軟的精算師們祭出了美國會計準則裡的一張防火牆牌，因為微軟沒有絕對控股 OpenAI， 它不需要把 OpenAI 那極其難看的巨額虧損併入自己主營業務的報表。微軟把幾十億美元的虧損極其隱秘的塞進了利潤表最底部的一個叫其他非營業支出的小角落裡，上面放賺來的雲算力錢，下面藏 OpenAI 燒掉的虧損。這套循環賬本局，微軟才是真正的設計者。賺了錢抽成，虧了錢隔離。在這場1000億美元的牌局裡，微軟才是永遠穩賺不賠的那個賭場老闆。說的再透徹一點，在微軟眼裡，
OpenAI 根本不是什麼改变世界的救世主，它就是一個幫微軟消耗過剩算力，幫微軟在雲服務市場上搶地盤的巨型算力消耗器。賺了錢，微軟抽成；虧了錢，微軟隔離，完美的財務隔離牆。你以為 OpenAI 的高管們都是傻子嗎？他們當然知道自己被當成了工具人，所以在這份洩露的備忘錄裡 Dennis Dresser 除了痛罵 Anthropic， 還幹了一件極其反常的事，他在瘋狂地向亞馬遜示好。他在備忘錄裡公開抱怨，說和微軟的合作已經限制了 OpenAI 接觸企業客戶的能力，說微軟的 Air 雲根本裝不下 OpenAI 的野心了。為什麼突然抱亞馬遜的大腿呢？因為就在今年的2月底，亞馬遜宣布將向 OpenAI 投入高達500億美元的戰略合作，而亞馬遜給 OpenAI 開出的條件恰恰切中了 OpenAI 的命門。我用最通俗的話給你解釋，以前的大模型不管參數多大，就像一條只有7秒記憶的金魚，你讓它幹點啥，它幹完就忘了，專業上叫無狀態。這種金魚你是沒辦法把它派到企業裡去跑需要幾個星期跨越多個部門的複雜業務的。但亞馬遜的 AWS 雲平台等於給 AI 裝上了完整的記憶中樞和企業大門的鑰匙。AI 不僅能記住過去所有的工作進度，還能直接調用企業內部的各種系統和数據。它不再是一條金魚，它變成了一個真正擁有記憶、擁有權限的賽博管家。有了這個平台， OpenAI 才能真正擺脫只能賣聊天機器人的低端定位，真正殺入企業級市場的心臟地帶。代價是 OpenAI 必須用亞馬遜自研的定制芯片，並把最高端的智能體平台在亞馬遜雲上獨家分發。這件事讓微軟極其不滿，雙方關係出現了明顯的裂痕。你看，撕開科技的神秘面紗，底層全是赤裸裸的利益、權力和站隊。好，神仙打架，人間可能掉下金磚，也可能被砸中腦袋。這場雲端霸權之爭到底會怎麼影響你手裡的股票和未來的飯碗呢？先說投資，如果你是對科技感興趣的普通投資者，這件事敲響的最響亮的警鐘就是，從今天起，徹底戒除對 AI 公司營收絕對值的盲目崇拜。你看新聞裡天天吹，這家 AI 獨角獸年化收入破了100億，那家破了300億。看完這期視頻你就懂了，這些營收裡有超過1/4根本不是他們的錢，那是雲巨頭收的基礎設施算力稅。你在買入任何一家 AI 概念股，或者關注他們 IPO 的時候，千萬不要只看他們頂層的營收，你要像個老練的獵手，去扒他們的毛利率，去看他們对單一雲廠商的依賴程度。如果一家 AI 公司無論吹得多麼天花亂墜，它的毛利率只有20-30%，大部分的利潤都用來交了算力過路費，那它根本不是什麼高科技壟斷企業，它就是一個利潤極其微薄的雲算力代銷商。這種公司的超高估值就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城堡，一旦 SEC 要求規範賬本，或者雲巨頭稍微漲一點算力價格，泡沫瞬間破裂。遠離這種虛胖的標的，是你保住本金的第一法則。那如果你是科技圈的打工人，或者正在找方向的創業者呢？這件事釋放的信號更加明確。認清現實吧，底層大模型的研發戰爭已經徹底結束了。你現在去翻 LinkedIn 或各大招聘平台，你會發現一個非常明顯的結構性斷裂。那些年薪100萬、負責在象牙塔裡訓練大模型的研究科學家崗位，
招聘需求已經大幅的放緩了，因為大局已定，除了 OpenAI、Google、Anthropic 這幾家怪物，世界上已經沒有幾家公司有錢有算力去卷基礎模型了。但是有一類崗位在2025年1年裡，招聘需求整整暴增了800%，這不是我瞎說的數据。根據招聘平台 Indeed 和英國的金融時報的聯合調查，在2025年1到9月，這類職位的招聘數量翻了將近9倍。他們叫什麼？叫 FDE， 前線 AI 部署工程師 Forward Deploy Engineer。這是2026年整個科技圈最具確定性的風口，沒有之一。什麼是 FDE 呢？說白了，他們不是去發明新引擎的人，他們是那種穿着防水靴踩進傳統企業泥濘不堪的舊系統裡，把高大上的 AI 強行塞進去，並且讓它真正跑起來的技術特種兵。你想想看，為什麼現在的企業 AI 項目失敗率高得嚇人呢？因為大模型是不確定的，會產生幻覺的。但企業的老闆和 CFO 要的是100%的確定性，他們不關心你的模型參數是1000億還是萬億，他們只關心如果這個 AI 自動去和供應商談判，它會不會搞砸？如果搞砸了，誰來控制爆炸半徑？ FDE 要幹的就是把 AI 的不確定性翻譯成老闆能聽懂的風控邏輯。打個更具體的比方，醫院引進了一台最先進的手術機器人，但光有機器人不夠，你還需要一個既懂機器人操作，又懂外科手術流程，還能和主任醫師溝通的专家，才能讓這台機器真正的救人。這個人就是 AI 領域的 FDE。你需要掌握這種模型上下文協議這種行業標準，把企業老舊的 ERP 系統、財務系統封裝起來，讓 AI 能夠安全的、有狀態的調用它們。市場已經在用真金白銀投票了。Salesforce 一家公司就計劃專門組建一支1000人的 FDE 團隊。OpenAI 和 Anthropic 的 FDE 薪酬包已經穩定在了年薪35萬到55萬美元之間，只比頂級算法研究員的水平。放棄做那種套個殼、調個 API 就敢出來忽悠的玩具應用吧。這個時代真正值錢的不是懂技術，而是懂怎麼把最前沿的技術和最古老的商業常識縫合在一起。誰能幫企業填平這道鴻溝，誰就能在未來的3年拿到這個時代最豐厚的獎賞。這就是明夜3000裡想告訴你的：科技從來不是懸在半空中的代碼和參數，它是賬本上的數字，是企業間的博弈，更是你我手裡實打實的錢和工作。評論區告訴我，在這場 AI 巨頭的賬本互撕裡，你覺得最後真正的贏家會是誰呢？是技術最強的 Anthropic， 是燒錢最猛的 OpenAI， 是生態最全的 Google， 還是穩坐收租的亞馬遜和微軟呢？記得點讚、訂閱、打開小鈴鐺。這裡是明夜3000里的頻道，咱們下期再見。